大家好，谢谢你的收看。对于我们这些喜欢野外大自然的朋友们，我们经常要进行户外活动，但是在户外的时候，最不方便的呢，就是你没有办法很容易的使用到电力。如果说你想要煮东西，或者是烤东西，甚至于使用吹风机呢，都不太有可能。尤其是有些露营的这个地点呢，它会限制你使用高功率的电器，以免这个营区呢发生跳电。那我们去户外玩水的时候呢，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个吹风机可以让你快速的把头发吹干，或者是湿漉漉的衣服把它吹干的话，是不是很方便也很舒适呢？那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要使用我们一般的电器呢，我们就会需要一种叫逆变器的设备，来将车子的12伏特的电力呢，转换成我们一般使用的110伏特的一个电力。但是如果我们把逆变器直接接上汽车的电池呢，那很有可能会把你汽车电池的电力耗光，那造成你的车子呢就没有办法发动了。所以呢，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建立第二电池系统，也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电池，而不要去耗损车子本身的一个电池。那如果我们想要利用逆变器呢，来驱动比较大功率的电器，例如吹风机之类的，那你的电池呢就要比较大的容量，而且呢它要能够支持大电流的一个放电。大容量的电池呢，通常它的重量就会更重，体积也会比较大。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呢，不希望这个电池的呢重量太重，体积太大。所以呢，我们会选择锂电池或者是锂铁电池来作为我们的第二电池系统。那另外来说呢，因为我们不希望这么重的电池呢，我们为了要充电呢，还要把它搬回家里面，这样子来说呢，实在太不方便了。所以最理想的方式呢，就是第二电池呢，可以在车上直接利用车子的电池来做充电。那这样子呢，基本上呢，我们就有用不完的电力。因为我们只要车子在发动的时候呢，它就会对我们的第二颗电池充电，所以在我们户外的时候呢，我们随时可以使用第二电池来供应我们的逆变器。那等我们要回家的时候呢，发动车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车子的这个发电机跟电池呢，来对我们的第二电池做充电。所以今天呢，我就要跟各位分享我车上的一个第二电池系统。那我这个第二电池系统呢，我的设计目标呢，就是至少要能够让我使用 Dyson 的大功率的吹风机，而且呢，可以使用数分钟以上。那这样子的这个设计呢，你的逆变器呢，至少要能够持续支持2000瓦的输出。那你的电池呢，最好呢也能够支持200安培的一个大电流的输出。所以接下来呢，我就要利用这个 Dyson 吹风机呢，来测试我的第二电池系统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支持这么大功率的负载。
然后呢，最重要我们要测量一下我们的这个电力系统呢，它的电线是否能够负荷这么大的电流，会不会过热而造成危险。那我们接上吹风机之后呢，给各位看一下逆变器呢是没有任何的负载，上面的库冷剂呢也是没有什么电流的。那这里呢是我们的这个红外线的探测仪。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启吹风机来做测试。那现在呢热度是调在第1格，所以呢它差不多是耗用780瓦左右。那电流呢是大概60几安培。那我们再切到第2格，现在这个瓦数就升到1000多瓦了，电流呢也提升到90多安培。那我们继续切到最高的热度，现在电流呢就达到1400多瓦。那你会看到上面的库冷剂电流呢120几安培，这是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电流。那我们现在呢就用红外线探测仪呢来这个持续测量这个我们的逆变器跟电池之间的电线的一个温度。那各位可以看到呢，现在刚开始使用而已，所以电线的温度大概是在28度左右。那我们会持续的测量，各位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电线的温度呢有开始慢慢的提升。现在已经到29度了。我们这个吹风机呢也是持续的一直在使用。我们现在测试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测试大概至少5分钟呢，来看这个系统呢能够支撑到，能不能够持续支撑我们这么大电流的使用。然后呢，我们的电线的温度呢大概会升高到几度。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电线的温度持续在上升，现在大概是31度左右。我们这个吹风机持续在使用，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风力非常的大，跟你在家里使用是完全是一样的。没有因为是在利用电池的电呢，所以它的风力有衰减。所以我们这个逆变器的这个提供的电压呢是非常足够的。那我们现在来给各位看一下吹风机吹出来的热度，有达到130几度Dyson 吹风机吹出来的热度真的是蛮高的，100度、108度，所以证明说我们现在吹风机是开到最热的状态。那我们再来继续看一下这个电线的温度，现在已经达到44度了45度，持续在上升。因为我们现在电流已经达到100多安培了，所以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电流。各位要知道我们在家中呢的电流呢差不多顶多就15安培左右，那差了大概将近快要100倍。所以这么大的电流呢需要这个非常安全的系统来支撑。现在的电流是大概116安培的输出。我们已经使用差不多2分钟了吧。那现在电线的温度已经超过50度了。测试这个红外线测温呢，最主要也是要让大家了解，你在这个设计这种系统的时候呢，它对于大电流的输出呢，其实在对于电线的这个选择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电流呢会造成你的电线的温度的升高，所以如果你使用的电线的规格不够的话呢，
很有可能会让你的电线烧掉，非常的危险。那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后面选择的这个电线呢，非常的粗哦。那即使是这么粗的这个电线呢，它还是会达到这个50度的高温。所以各位在选购这个或设计这个大电流的这个系统的时候，你的使用的电线呢，至少要比我粗这样才是安全的。各位看到现在温度已经达到58度了。那我选用的这个线材呢，就是现在这个很知名的叫做矽胶线。矽胶线呢，它可以耐高温到600度，所以呢，你用那个打火机去烧那个线呢，是完全烧不起来的。那你一般呢的电线的那个外皮呢，顶多就支撑到100度左右，所以你用打火机一烧呢，就会烧焦。所以呢，我也建议各位，如果你在户外要使用这种大电流的系统呢，你的电线呢一定要用比较好的一个电线，可以的话呢，就是选择这种矽胶线。现在已经达到63度了。那63度的高温，对于如果你是用一般的电线来说呢，它可能就非常的危险。我们现在已经大概有超过4分钟了吧。那我们现在呢，这个也来顺便测量一下这个逆变器的温度。我们已经用100多安培持续测试超过6分钟，达到7分多钟了。那各位可以看到呢，我的这个逆变器呢，温度还是相当低才26度、28度。所以呢，这个逆变器呢，它的确是能够支持这么大的电流的。而且我选用的这个逆变器呢，它的是品质非常良好的逆变器。即使呢它能够支持这么大的电流呢，但是它的这个体积还是非常的小。那现在大家听到的是逆变器的散热风扇正在散热。它现在的温度呢是28度。各位看到这个连接电池的电线呢，温度达到40几度。51度。所以呢，这个测试呢，各位可以发现，就是你的电线的这个规格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你使用那种很细的线呢，其实呢，应该很快就会过热烧掉。各位看到我这个电线非常的粗大概有你的小拇指这么粗。这个规格呢是4AWG 的电线，我相信比很多人的这个使用的电线粗很多。但是我们在这么大电流的使用下呢，它的温度还是可以达到50-60度的高温各位看到最高有到60度，非常的热但是还好我们选用的是矽胶线，所以呢，这个对它来说呢，是在非常安全的范围内。65度。所以呢，这个测试结果呢，也为各位提供一个参考。你在设计这个高功率的这个第二电池系统跟逆变器的时候呢，你所选用的这个线材呢，至少你的规格呢，要到这个多大这个非常的重要。那给各位看完这个逆变器跟电池系统的测试之后呢，
我接下来呢要让各位看一下这个专门为第二电池系统设计的一个充电器。那各位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我的第二电池系统的自动控制充电器。它是专门针对汽车第二电池系统所设计的一个自动控制充电器。那各位看到底下我用胶布贴起来，因为呢我并没有在做业配，这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那各位可以看到左边有一个表，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器呢，它有特别为锂铁电池设计的一个充电模式。那专用的车用充电器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最大呢就是把你的电池充到 99.9%， 它不会把锂铁电池呢充到100%。那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因为它随时呢，只要车子发动，它都会帮你充电，所以它每次如果都充到100%的话呢，你的锂铁电池呢就会寿命会大大的减少。所以呢，它这个系统呢非常的贴心，就是它只会帮你把这个锂铁电池呢充到 99.9%， 它的最高充电电压呢会控制在 14.5 伏特。那我们现在呢就发动车子呢来为我们的第二电池系统充电。那这个自动控制系统呢，它在车子发动的时候呢，它不会立即的从汽车的电池呢充电，因为要让这个车子的电池稳定之后呢，再开始这个利用车子的电池来充电。所以你会发现，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车子发动了，但是呢，它没有这个安培数，所以呢，它不会一开始呢就从这个车子的电瓶那个取电，增加安全性，也是保护你车子上面的电瓶。那各位可以看到呢，这个它持续使用40多安培的这个电流呢，来为我们的这个电池充电。那40多安培的充电电流呢，其实是非常大了你一般可以在网络上买到的，大概通常都是只有10安培左右。那如果你使用10安培的充电器呢，那对于这种大容量的电池来说呢，你要充非常非常的久。那各位可以看到呢，这个40安培的这个大电流呢，它的这个充电瓦数就可以达到500多瓦。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呢，就把我们所耗用的这个电量呢补充回来。那我们在持续用40安培充电了大约5分钟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的这个电线的温度，大约是在38度左右，所以呢，其实温度算是比较低了。所以呢，这也代表我们使用的这个电线的规格呢是非常足够来使用40安培电流充电的。那这个自动充电器呢，它在这个侦测到这个充快满的时候呢，它就会启动这个第二阶段，也就是呢会降低充电电流，来对你的电池充电进行这个保护。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电流呢慢慢的降低。那在过了几秒钟之后呢，各位看到这个电流降到2点多安培。它现在就开始用这个微电流呢，在为这个电池继续充电。所以呢，你可以发现这个专门的控制器呢，它的充电效率非常的高。在前面呢，它都可以用最高电流呢，来为你的电池充电。然后在电池快要充满之后呢，就开始降低电流，以微量的电流呢，继续帮你把电池充到
将近99.99%来保护你的锂铁电池。那在最后呢，让各位看一下我使用的电线的规格是4AWG 的一个电线，非常非常的粗，各位可以看到，大概跟这个小拇指差不多粗了所以呢，各位如果你的电线比我还要细呢，你就要非常注意了。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我的保险丝。像有些人可能会买到这种5000瓦的逆变器那这种大陆制的这个5000瓦的逆变器呢，通常大概可以撑到大概2000多瓦。那如果你用这么大的这个逆变器呢，请记得你的电线的这个规格至少要比我的电线还要粗，至少要跟我一样4AWG 的这个电线。千万不要只使用这个逆变器所附带的那种电线，那个通常都太细了。各位看到这个跟小拇指一样粗那今天就谢谢你的收看咯，希望这个分享对你有帮助。我们下次见。